胆小勿入，亲身实拍重庆丰都鬼城、阴曹地府、鬼门关、奈何桥、阎王殿都在里面。今天我将亲自探访重庆的丰都鬼城，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主打的就是阴间文化。丰都鬼城离县城只有7000米左右，我乘坐网约车前往，基本是沿着长江行驶，风景比较壮阔，江边停着许多游轮。丰都鬼城的票价为90元，进去后就给游客整了个诡异恐怖的大红花轿，瞬间让我想起了许多恐怖片里的场景。接着往山上攀登，经过一条小路，即使是在大白天，这条小路也让我背后直冒冷汗。路上没有其他行人，路两边不断喷出雾气，弥漫着一种诡异恐怖的阴间气息。不得不说，景区的氛围打造确实是很见效。奈何桥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原为辽阳殿附属建筑，桥长7.2米，跨度3.3米，拱高2.55米，桥面呈弧形，宽2.5米，桥下为血河池。古人曾在这里放河灯祭奠逝去的亲人。鬼门关是进入鬼国的必经关卡，在无常殿不远处有一座漆黑的山门，横匾上写着鬼门关3个大字。传说人死后都必须接受检查，看看是否持有鬼国通行证、录影。黄泉路，传说人死后跨过鬼门关就会走上黄泉路。黄泉路上有火红的彼岸花，花香有魔力，能唤起人生前的记忆。它是一条青石板路，搭配雾气缭绕的灯光，营造出幽冥的氛围。旁边的导游说，如果你正在游览黄泉路，手机响了，你一定不要接，因为你一旦接了，对方问你在哪里，你只能回答说在黄泉路上，这个寓意就太糟糕了。望乡台位于天子殿右侧岩崖绝壁处，是一座六角式建筑，高20.3米，楼顶重檐4翘角，传说亡魂会在此处遥望自己生时的家乡与亲人。18层地狱是根据佛教传说与中国本土信仰融合而来，是惩罚亡魂的阴间场所。丰都鬼城的18层地狱依山体而建，通过雕塑、场景还原等方式，将传说中的地狱景象具象化。它分为东西地狱各9层，展示了各种针对生前不同罪行的刑罚，比如挑拨离间者会被打入拔舌地狱，小鬼用铁钳将其舌头生生拔下；恶意纵火者则会进入铜柱地狱，被绑在烧红的铜柱上受刑。每一层地狱都有独特的刑罚和对应的罪行，旨在警示人们要行善积德，不可作恶。阎王殿又称天子殿，是阴间的最高审判机构。它位于丰都鬼城名山山顶，建筑规模宏大，殿内郑重供奉着阎罗王的塑像。他身着华丽服饰，面容威严，令人敬畏。阎罗王两侧是判官、牛头马面、黑白无常等鬼神塑像，他们各司其职，协助阎罗王审判亡魂。亡魂在此接受审判，根据生前的善恶行为决定其是投胎转世还是打入地狱受罚。来丰都鬼城，我接受到最震撼的冷知识是有关阎王爷的。原来阎王爷并不是阴曹地府的最高统治者，阎王只是审判执行官，真正的顶层老大是丰都大帝，作为阴曹地府的总主宰，统管整个阴间秩序，相当于阴间帝王。在丰都大帝之下还有10殿阎罗，阎罗王是10殿阎罗中的第5殿。按照公司架构来说，阎罗王顶多也就是个副总裁，按现在互联网行业的叫法叫做 VP， 而且在10个副总裁中只排行第5。按照郭德纲的说法，算是 VP 中 P。 这里又涉及一个重大的冷知识，阎罗王的原型民间主流认为是宋代的包拯，就是那个额头有月牙的黑脸包公。传说阎罗王原本位居第1殿，因怜悯屈死之人，屡次放他们还阳申冤，故而被降调至第5殿。他执掌交换大地狱及16诛心小狱，会先押亡魂到望乡台见阳间家事，再依其罪行投入地狱受刑，比如勾心置给蛇吃、扎其身手等。看来阎罗王真是一个好官，不但秉公执法，还有临终关怀，让亡魂最后见见家人，可以说是非常的人性化。不过这样的好领导却从第1殿降级到第5殿，说明阴间也搞潜规则。丰都鬼城古为八字别都，东汉和帝永元2年置县，已有近2000年历史。名山原名平都山，因北宋苏轼题诗平都天下古名山而更名为名山。据东汉列仙传和近代神仙传记载，两汉时期因长生，王方平在丰都名山修炼成仙，结合道教、佛教相关传说，逐渐形成了丰都鬼城的传说。
丰都鬼城有众多与阴曹地府相关的景点，如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的奈何桥，是辽阳殿附属建筑；鬼门关是进入鬼国的必经关卡；天子殿最早修建于西晋，是鬼城的核心部分，现存建筑为清康熙3年重修。丰都鬼城的鬼城文化融汇儒、释、道等多种文化形态，以惩恶扬善、为善惩和为核心，其时代价值被概括为扬善、惩恶、公正和美8个字，是巴渝文化中独一无二的生死哲学课堂。其实观众们也能发现，鬼城的名字听起来确实有些恐怖，但实际上里面大多数景点却给人生气蓬勃，甚至有一些戏谑玩梗的积极乐趣。在我看来，这本来就极具哲理意义，在这里更深刻地认识死亡，实际上更能唤醒人们热爱生活的热情，珍惜生命，爱我们该爱之人，多做正面积极的事情，让自己的一生无怨无悔，这才是真正的向死而生。所以不管是幸福着的还是痛苦着的人们，都可以来这一趟鬼门关，接受一场生命哲学的洗礼，然后带着满满的能量重新回到自己的生活，活出生命精彩。这一个就是最善良的鬼，人分善恶，鬼也分好坏嘛。This one is most kind. This one, because you can see sheep fed the animals with her milk, and the sheep watching to the animals. So it's the most kind. This one, and the people 笑着跨过去，但这个笑有讲究哈。笑呢，第一不能假笑，第二呢不能奸笑。第三，更不能皮笑肉不笑哈，所以呢，我们像之前那个团队一样，哈哈，大笑3声哈。大家呢准备好了，我们一起数个3、2、1，我们就一起顺利的跨过去了哈。OK， 太过去了，这跑。黄泉路上不回头哈，所以待会儿您走的时候，不管是有人在背后叫您的名字，还是拍您的肩膀啊，都不要回头看。这里呢，第二个，待会儿大家走到黄泉路上呢，如果您的电话响了，有人给您打电话了，接不接电话哈？在这里呢，不要接，因为什么？大家打电话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电话响了过后接起来，第一个问题，喂，你在哪里呀？那你怎么回答呢？你不可能说我在哪，我在黄泉路上啊。水比较多，真的过量了，有点滑，是最大的不一样啊。所以说黄泉路呢，一般呢要徘徊3天3夜，到了最后第7天就会登上这座望乡台。有一句话不是这样说的吗？望乡台上望家乡，忘了良言怎么样？所以说告诉大家，不要想到树立人或者是情谊啊，不要想到失去就是那种我们想要珍惜生命，珍惜当下才是最重要的。好，我们往前，天子殿的前面就是第3道检查站，也是最后一道检查站。过了之后呢，我们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就到了。已经很久很久的历史了，最早的一座建筑。初建于西晋，距今呢1700多年了。后来这座殿堂在秦朝是过了班师复建的，但是进去以前呢会有小测试，检测您是好人还是坏人的地方了。这里大家面前这个石头叫做考罪石，考罪石呢是检测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的地方哦。男士用左脚，女士用右脚，单脚站在中间这个鹅卵石上面，单脚站立，然后呢眼睛一定要看着前面的神不如电4个字，是这4个字说神的眼睛像电一样光亮，可以看清世间发生的一切哦。如果这里正好，如果前方没有其他人或没有遮挡的话，您正好在这个尹天子的注视下，这点相对的。所以如果在他的注视下再站得稳3秒钟，那就代表通过测试了，是个善良的好人哦。但是在这里要是站不稳的话，滑下来的呢，那可能是什么？做了坏事心虚了呀！大家眼睛投下就低头认罪呀！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试一试。妈，你先试。
小心哈，大家试一试就可以了。男士左脚，女士右脚哦。3秒，右脚下来，可以了，可以了。小心小心小心，磕到脚了吗？这一次踩到自己脚了。好就是哈，男左女右，男是左脚。这里呢，待会咱们所有的朋友都要跟着我往里面走了哈，因为这里进去呢，我们不原路返回了呀，不从这里原路出来了，我们待会走后门出去。反是这个人，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在外面等了，在外面等到后面了都是从这里出来了哈。但是好玩的比较好哈，小朋友们，大家试一试，待会儿呢我们往里面来，可以试一试哈，朋友们。大家走上台阶过后稍等哈，走上台阶过后，你看这里左右两边呢还各有2个人物，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楼梯的左右两边。这里呢，大家看到我们左手边这里有个是穿白色衣服的，还有一个是穿黑色衣服的。这个白色衣服的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哪一位人物？黑白无常当中的白无常的这个形象哈，看见的他就是一手拿勾魂笔，一手拿生死簿，专门执行某位善人伸手让人归阴的判决。相传，如果他用这个勾魂笔在他这个生死簿上面呢，划掉谁的名字，那谁就归阴了，他就去世了。所以他也被大家称为叫做催命鬼。但是呢，相传有2种人很幸运，不在他的这个生死簿之上。第一个是生的，第二个是猴的。刚才我讲过的，有没有看过？因为在《西游记》当中呢，是大家跟着往这边走哈，去看一下阴天子娘娘。女孩子们记得对她笑一笑，保佑你们越走越漂亮的哈，保佑大家。跟你干工作一样，有些是干工作的。